来，朋友们，大家安安，大家好哈！益生菌有吃就够了吗？大延伸一世界大家安安，大家好。叔叔，嘿嘿，约你今天第2名了，嘿嘿嘿。哎呀，上来的先点赞了，先点赞，哎，大概先点赞吧。哇，上来的比较慢咯，80几位了，80几位了。安安安安，大家安安。哇，这2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哈，很值得谈了，很值得谈。张个小孩好像还真的被抓了。昨天我们不是有个聚会吗？我们那个台湾国际空间促进会，我们有一个吃尾牙的活动嘛，在台中嘛。那来了一些朋友，我们就聊了，他们问我说啊，那个什么张个小被抓这个事情哦，我是知道，但是我一直觉得他不太像事实，因为我觉得以张幼霞的层级的哦，你如果习近平要抓他，真的要大费周章而且很可能产生政变，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连张幼霞这样的人了哈，军委已经他就是军方第1号人物了。张幼霞虽然说是副主席啊，但是他是已经军方第1号人物了。可是如果连这样的人都用这种方式来抓的话，一定是动荡不安的，国内一定动荡不安，表示军人什么，大概惊啊。他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你知道？这个很像什么武汉武昌起义的样子。我再把武昌起义讲的事情再讲一次，很多人没有弄懂，因为我那个什么，我前2天做那个什么，做那个骂那个张亚中那个，其实我讲得很清楚，可是很多人好像没有把它逻辑理清楚。什么叫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其实清兵那个时候啊，就所谓的就所谓的什么绿营嘛，露营啊，叫露营，就是说清兵。武汉的清兵是因为什么？四川的保路运动。什么叫四川保路运动？四川的铁路本来是乡绅这市民集资盖的，结果被清朝啊收归国有嘛，所以人民暴动，保路运动开始了嘛。清朝从武昌派了他的露营去镇压嘛，所以等于说什么？武昌空了，武昌的清兵空了，结果革命党就要起义嘛。革命党要起义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当时是没有领导人的，没有领导人的时候，大家就各自串联而已嘛。所以说，结果那个名单被什么被当时的清朝的那个官员找到了，一网打尽之后，这个清朝的官员有一个很笨的东西，他还要追查到底，还要追查到照这个名册去追查到底。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你北洋军的北洋军里面的什么？北洋军里面的什么？很多的官员，那个兵，他是偷偷参加了什么？参加了反抗军的嘛，参加那个什么起义军的，所以这些人就有点什么恐慌，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什么去攻打衙门，因为衙门那个时候没有人，所以一下就被什么被占领。可是你看那个什么起义军啊这起义的这些所谓的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带领，因为我说是各自独立的嘛。结果就找了一个旅长，唯一比较有声望的叫一个旅长，小旅长叫什么？李元洪嘛。
李彦宏我不会，跟我无关呢，那是人家硬把他推上去嘛。所以李彦宏做到临时大总统，那种 Q 掉的，所以这人有时候哈，妈的革命军在路上拼搏拼命死了多少人，都做不了临时大总统。李彦宏根本就坐在那边 Q 掉嘛。可是，在当时李彦宏不一定想干，因为他觉得惹这个事情太大。结果呢？结果当然北洋军的哈那个什么那个袁世凯就派谁？派冯国璋带北洋军带新军，就是我们所谓新军嘛，带新军来攻打，一下就打到汉阳了。然后呢，我不是讲过了吗？这个冯国璋是谁？就是中国现在有个演员叫冯巩啊，他的亲爷爷了。现在的冯国璋是一个战斗力非常强的人了，他打上一流了，但那个脑袋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一直上书，你那个什么。那么袁世凯说：“我最后的汉阳要不要打下来？最后一个5万3镇村，现在一个是什么汉口啊汉阳忘了，要不要打？我一下子是把他打掉了。那个什么袁世凯故意注意当都没听到，故意不回复嘛，其实就叫人不用打了。我要养寇自重，你打他干什么？神经病啊！那冯国璋这个人又不是特别聪明，他就一直上书，结果谁？袁世凯就把他换下来，换了谁？”换了段祺瑞嘛，段祺瑞就很聪明，他知道我们老大要干嘛嘛，所以他就按兵不动。按兵不动的当中呢，就什么14省都开始什么宣布独立嘛。因为原来哦，那几个小毛头啊呀，就把汉阳给翻天了。那我们各省也要开始翻天了，各自开始独立，就搞独立。然后袁世凯就用14省独立加汉口武昌起义我们镇压不了这样的借口。逼清廷退位，所以清廷退位之后，诏书是给了袁世凯创立中华民国，那个叫做正统，所以正统是在谁？那个时候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才叫做正统，对。那后面经过10几年之后是吧？所以袁世凯他不是有什么称帝吗？但是称帝他只有85天而已啊，他就退了嘛，他的什么复辟就失败了嘛。可是革命军啊哈，孙中山这一群废物啊，这一群台湾中国的最大的汉奸，他们最后北伐是以说袁世凯称帝，他妈的称帝都已经11年前的事了，你北伐跟袁世凯称帝都已经差了11年了，所以这个借口是很勉强的嘛。其实北伐军就是黄埔军，他是拿了苏联的所有的设备军钱，然后什么替苏联统一中国，为了干嘛？抵抗日本嘛，因为他们知道日本要侵略了嘛。好，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我所谓的什么，就是说王朝要崩塌之前都有这种很奇怪的事情。明明那个时候清朝的部队很强哦，新军是很强的，你要弄清楚一件事情。我跟你讲过，新军是什么？袁世凯什么小站练兵，一站一站练出来的。而且当时的新军很多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所以新军这一群所谓的北洋军这一群是最有战斗力的。但是他们不战自什么，自己放弃了嘛，不能抵抗嘛，就回过头来，就新军就回过头来不打仗，不打革命军，回过头来逼那个什么，逼清朝退位嘛。今天我说很像中国，很像这个样子，就是说。其实习近平他这样做，我跟各位讲，这个对中国的政治有非常大的影响。现在整个北京的样子，我给你们看了哈，这是一个什么？这北京的一个小胡同而已哦。你看，北京一个小胡同就有这么多军人在路上巡逻了。这是真实有人拍出来的哈，这个不是从哪个网站拿下来的哈，这个不是我从哪个网站拿下来的哈。这个是人家当地人真的拍出来的。你看这条马路不是很宽，它不是什么大马路，就普通的什么，普通的北京的小街小巷，它都是这样。所以北京有一半的地铁停死了，而上面马路上高速公路人民不能上去了，全部都军车。这表示什么意思？习近平还在清洗啊。张幼霞可能被抓了，但是还在清洗。那还有表示不是张幼霞并没有什么，张幼霞的部队并没有完全什么，并没有完全投降，
因为还有一些什么内部的折冲。听说因此新疆跟四川某几个地方的什么部队开始反了，所以我说习近平搞这个事情搞得太大，而且你的统治开始最薄弱的时候，重要是现在人民什么衣不裹户啊，死不裹户啊，衣不蔽体啊。现在中国人民是已经连三餐都出问题的时候，所以习近平你现在的处境比清朝末年还要惨哦，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哦。清朝末年我已经讲过，清朝末年不是穷，清朝末年是非常有钱的，非常富裕的，因为清朝要灭亡之前，他要什么退位之前，慈禧太后是实行新政的，新政已经在中国各地开办工厂，开办铁路了，所以那个税收，清朝那个时候税收从1亿银元哦，最后成长到3亿银元，也就是清朝末年不是因为钱垮了，那时候清朝是相对有钱的时候反而垮掉，因为军人叛变，袁世凯故意的嘛。好，那我就觉得哈，很多人就说我们以前就一直在讲了，其实我们在中国玩时政群的人，玩民主群的人都知道，我们就讲了很多年了，中国需要一个袁世凯，中国需要出一个袁世凯，这个国家才有救了。我发现张幼霞是可以担任袁世凯这个位置啦，但是张幼霞不够果决。张幼霞毕竟是一介武夫了，他不是太懂这个。其实如果张幼霞愿意提早政变的话，习近平是没有能力挡的。可是张幼霞你扭扭捏捏，要么要干又不要。你在那个中常会的时候，你用一副很拽的样子，那我就不好像我不理你，我不在乎你习近平。你既然不在乎，你就把他拿下来啊！你表明了，你一副好像我不在乎你，那我林北我在给你欺烂你，但是呢，可是你表现的又优柔寡断，所以你错失很多真正的拿下习近平的机会，最后你被人家拿下来。但是你被拿下来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军中没完没了。各位，我相信我跟各位讲，军中没完没了。我这件事情我求证了很多朋友哈，很多中国的朋友，因为实在是这个事情太大了，我也不敢乱说，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我很怕他说错会被人家笑，你知道？甲一饼60块，懂了，谢谢。所以我求证了很多朋友，最后我自己推出来的结论啦，我也不敢说对不对了哈，就是说确实他被抓了，张幼霞真的被抓了，可是他的党羽是不会那么早放弃的，因为他们如果放弃，这些人要一并被清洗。听说总参里面总参谋总部前30名都被抓了。习近平其实他个破去哦，这些人在军中都有实权的人，在军中打滚那么多年，你把这些人全抓，就好像当初武汉革命的时候，你还要追究这个名单，追究到底，结果追究到你自己的新军里面了嘛？你的革命，你的北洋军的新军里面了，所以大家开始嘛，人心惶惶。你这不是逼各地军头跟你举义吗？你不是逼他们跟你干到底吗？所以我说习近平不聪明，他不聪明了哈，没有关系，他真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像说，习近平一动，要么掌握全局，要么全垮。而且我跟各位讲，他的习近平提拔出来的人全部都被清洗光了。之前我们在讲说这是张幼霞清洗的嘛，那很多媒体说是习近平清洗，我到今天真的。我正式跟各位讲，我真的到现在越来越模糊了。到底这些人是习近平自己清洗的，还是被张幼霞派系清洗的？现在真的有点说不清楚。而且我可以跟你讲，所有的消息当中，唯一有一个人的消息是正确的。听那么多，尤其不要再听江峰了。妈的，江峰胡说八道那么久，没有一句真的啦。我讲今天啦，我那天跟江峰留言，然后我说你这个 YouTube 你可以推出来了哈。吹了那么久了，我们每个人都听你的。我想说你是他妈的，你是法轮功的人，你是法轮功的，你当然有很多讯息来源嘛，所以我相对比较相信你。结果妈没有一句是真的话。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有一个人的一直的态度很坚决，而且到今天我证实他的话是对的。那个人叫袁宏斌，我跟你讲，袁宏斌有一次来台中跟护国党，然后跟闽南党他们吃饭，他们也找我去嘛。
那我就当时我就问他嘛，因为我很好奇啊，就外面传的这样的哦，习近平快要失势了，到底是真的假的？他那时候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什么？没有，习近平现在还完全掌握大局。我那时候就很讨厌，你知道？其实我有一阵子在骂袁隆彬，光闹柯林了，外面传成这样子，习近平如果还掌握全局，他干嘛要这样做？所以那时候我有点不高兴，你知道？还好袁隆彬没有跟我计较，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好的朋友，还好他没有跟我计较了。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啊，那柯林怎么有可能自己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因为习近平提拔出来的什么所有的什么何卫东那些人苗华，哪一个不是他提拔的啊？哪一个不是被他砍掉了？甚至如果不是张幼霞当年撑着他也卡不上去了，他早就要垮掉了。所以习近平这个人真的是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六亲不认。当年他嘛反腐谁帮他的？王岐山。如果不是王岐山的公检法帮他抓200多万的贪官，习近平的位置坐不稳了。结果王岐山海航被你抄掉了，王岐山现在变孙子了，躲起来了。王岐山多聪明啊！以前我们才在中国玩这个时政权的时候，王岐山那个时候什么叱咤风云，我已经讲过了哈。一个兄弟的老婆，他也是公检法的，他们这个内幕我都讲很多次了，不再重复了哈。也就是当时创下赫军功的王岐山，最后整个海航被习近平抄掉了。然后你看，军方是张幼霞帮他了嘛，他也把张幼霞抓了。只是说，我认为到今天张幼霞的军方到底有没有全盘投降，还很远，要慢慢的看，真的还要再慢慢看。这个人六亲不认啊，他为了所以说。大家说哦，他的什么斗争手法比毛泽东还要厉害？不是比毛泽东还厉害，他跟毛泽东一样不要脸，好不好？他不讲情面，任何人他就可以杀，任何人用过就可以杀。毛泽东那一套确实在中国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什么震慑效果嘛。但其实你觉得他这样对吗？一个带领一个国家这样对吗？所以他只不过把自己弄得更孤立嘛，就像当时的是吧？慈禧太后嘛。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了，那个时候已经是什么荣誉什么不知道了，好像换就是那时候清朝一样，已经没有人愿意帮他了嘛。好，我讲这一次清洗，不管成不成功，习近平再也什么孤家寡人，军方不会再听你的。你这个时候要打台湾，很多人就说：“哎呦，对哦，那习近平如果再重新上来，把张小霞压制上去，他打台湾的可能就增加。”我错，他更不可能打台湾。整个军方体系被他搞乱了，他怎么打？你们真的觉得说换一个上将去，然后军中就全听他了？军方是要盘乱，好不好？军方是讲嫡系的，讲系统的，好不好？我是谁的系统？军方你不讲系统，然后我今天派一个上将去，哇靠，整个军方都听我的，明天就开始打台湾，你是在讲啥？是这种事情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情况发生到今天，我跟他打台湾更不可能。他要重整这个军方的指挥系统、军方的信心，然后让军方为他卖命。现在还谁为他卖命？所有为你卖命的人全部都被你斗垮了。苗华、何卫东、什么李尚福嘛，哪一个不是被你搞掉了？是吧？哪一个不是被你搞掉？那你说现在军方未来会再听他了？我就不相信。所以这个打台湾这个事情。当然了，像什么中国出来那些大外宣，什么大老王，他们也就哎呦危险哦！人张幼霞这个反对打台湾的被拿下，习近平就要打台湾，这款人大外宣了、啊。我再跟各位讲了哈，我一定要跟各位讲清楚，什么大老王啦，什么翟三英啦，千万不要碰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大外宣，而且这些人出来骗钱的，你们发现没有？翟三英在什么？在迪拜搞那个什么东西啊？搞区块链啊，他骗很多人的钱去了。翟三英在中国就是大骗子，中国的 B2B 所有都是他设计的。他本来在中国就是个大骗子，他出来他也承认他是骗子啊，对不对？大老王有没有一样？大老王在搞一个宗教，自认为教主，我都快笑死了。团长不穿衣服，这边直播，一款人我跟你讲啦，一款人都有自恋加神经病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嘛，为了钱啊，大老王跟他上个课什么，加他那要花很多钱啊，你知道吗？
所以中国出来的什么民意人士，我一直跟你们讲，你们不要碰，你们的道行还不够，你不要去看他们这些人的东西。这些人没有理想，最后都是为了什么？为了钱。翟三英我那个就讲过，他在中国就是个整个中国 P2P 的设计都是他嘛，他有几百亿，他有几百亿人民币的资产，只不过是因为什么斗争输了，被人家充公，被人家抢走，不要充公了，被习近平的派系把抢走了，习近平的嫡系的给你清掉。你一个什么翟三英他也是红二代，但是他的那个 give 手很低，级别很低。所以说哦，这个虽然是红二代，但是级别很低，没有靠山，他们居然赚骗那么多钱。我拿习近平因求低啦，徐远平我来了，直接把你砍掉了嘛，我把你弄掉，我那钱把你收归我的、啊。所以他只有逃往海外，逃往海外只有一条路，骂习近平来赚钱。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因为他专门搞金融。所以我跟你讲，翟三英跟大老王都在骗钱，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哦。你们没有本事，不要碰这些人。因为之前我就这两天嘛，被那个童文勋给骗了8万块买元宇宙嘛，就是说，人有这个前科之后，他一讲到叮了，吃到甜头了，他不会放，他3不5时就跑出来，嘟再搞一下。所以翟三英现在在搞了嘛，他在杜拜搞那个区块链搞了多少钱啊？你们知道吗？收割这些海外的什么反共人是最他妈不要脸不道德的，也最可恶的。但是印度他们就赚这种钱啊。郭文贵不就是因为收割这些海外民意人士的钱，收了10亿美金吗？不是现在被关进去了吗？好，这两天那个什么大什么联邦郭文贵的那个部队啊，郭文贵的余孽现在又开始出来上蹿下跳了。郭文贵打电话出来啊，指导大家哦，全台湾全中国开始反抗了，怎样呢？串联了。这款话中国人就爱听啊，什么要骗中国人的钱哦，要比他们更会骗子了。但是我们台湾人不适合搞这个哦，也就是什么？今天这个乱世开始啊，所有的嘛魑魅魍魉全部跳出来了，所有的魑魅魍魉都跳出来了，你们知道吗？这个时候啊，乱世才有钱赚啊，乱世才有钱赚。所以说现在我就跟各位讲了。很多东西哦，要搞诈骗这一块，台湾人比中国那是差的太远。所以说，你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怎样哦，你还是要问过我。真的，我跟你讲，他们隐藏得很深。中国人哦，没有一个人会为了什么，为了正义去得罪共产党了。那大老王讲了，一个基本都要不敢得罪习近平了，他怕习近平怕人把他暗杀掉，为什么？他在加拿大，他加拿大的公民，加拿大的公民得惊啊，何况什么？那既然他会怕，他为什么还要做那么多视频？因为呢，他的钱花完了。大老王在什么？在加拿大已经几十年了，10几年了，10几20年了，他已经移民加拿大，这么多年都没赚钱了，钱开料啊，差不多要出来赚钱了。表面上讲了哦，都讲到最后都开始私下去搞什么区块链了，搞什么？算命大老王讲算命嘞，他就自认自己教主啊呢，个点光着上半身那边直播，哇笑死啊！然后这样跟我讲算命，一次算拿多少钱，你知道？就是这样哈，所以我跟各位讲哈，这个不是我爆料大老王，这个稍很多人都知道了，你要注意观察你就知道，这些人我看不上，我跟你讲。因为中国人，你说他出来之后要去得罪当权派，因为他们一定有亲戚朋友在中国，一定有。他这样做的话，如果不是什么，如果不是有利益，他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中国没有，我中国没有亲戚朋友，有朋友，有多群友啦。我有几万个群友在中国，不是被他们欺负了一阵子的吗？但是说真听的，我要跟共产党喊话了，你去抄我的那些群友，跟我有啥关系？林北他妈脸一抹，不认识他，毕竟大家都没见过面，只是网络上我的粉丝而已嘛。你抄出来人跟我哪有关系啦？我他妈的一翻脸，我不认识他们，你把他抄啊细告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这样。
口碑扣啊30块，懂了，谢谢。请问廖董，美国跟台湾签关税，在商务部签，并且当面称台湾大使，由行政院副院长来谈的看法。这个代志我昨天讲过了嘛，我不是讲一句话，美国真的要跟台湾建交，真的要跟台湾建交，这个气势一定，我就说，从2-3年前美国开始讲2758的时候，我就开始说了嘛，这一定有什么，有美国的一个什么 schedule， 但是你台湾政府准备好了没有？美国跟你建交，他不会跟中华民国建交，跟中华民国叫复交，他要跟台湾建交就一定是跟台湾共和国建交。你台湾到今天内部都还没有做好回应。好，我就问赖清德先生，既然美国说来，我跟台湾国建交，请你马上改国号。赖清德，你准备好了吗？我已经讲过，民进党要把台湾带到哪里？这个我昨天那一集讲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听了。如果你把我那一集语重心长那些话听清楚，你就知道民进党真的愧对了这个国家。执政之后，你的台独党纲拿掉，你的什么？你当时用台独这个名义骗了我们这么多人，你到今天这个台独党纲你拿掉，你到底想干嘛？你现在已经穿起国民党中华民国这个破烂的外衣了，你已经什么穿了中华民国这个破烂的外衣，你被绑住了，你还没有想要挣脱，你要把这个越穿越紧呢，破破烂烂的中华民国，你越穿越紧，你没有想要脱掉的意思啊。那我问你，你当初的台独理念，你台独什么，一切都骗了，因为你执政了嘛。你现在妈的，你现在穿皮鞋的，不是穿布鞋了哈，不是穿草鞋了，你现在穿皮鞋的人就不一样，态度就不一样了，这对台湾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说，如果你执政的，你是立即进动，你有没有为台湾做100年规划？你有没有跟美国、跟川普做一定的沟通？你美国未来要承认台湾，要台美建交，你台湾怎么处理？有吗？你有在做吗？你有在规划不？没啊，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如果你现在有在规划，你应该开始往台独方向走了，因为这是配合美国的步骤嘛。啊，你说美国有没有要跟台湾建交？我就问你，如果美国没有跟台湾建交，他讲那些话干什么？他称你台湾为大使干什么？美国人绝对不会美国人不会做任何一件是因为情绪而没有实质意义的工作，因为国际关系、国际外交没有个人的情绪，美国他一定必然有他的意图。你台湾要不要派人去跟川普讲清楚啊？啊，我老大你的意图是现在干嘛才先我在一起？你要不要先偷偷告诉我你的意图是什么？我好做准备啊！我国内要做准备啦。我到今天没有发现民进党在干这个事情，比我这个外行看得还不够透，所以逼着成立政党嘛。我是被他逼的，我是替他急得要死啊！怎么讲？多讲2句啊！那么民进党开始骂我，说你他妈的几个恶下，就是在那个柯文哲要来攻击民进党，我去奶奶的他妈的！我柯文哲算他妈个屁呀，对吧？那凭什么拿柯文哲跟我比？他妈丢人现眼好不好？只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个事情讲开了，民进党没有反应，我们怎么办？咱这关较积极的人吼，你叫我这边等啊，叫他装傻这边等，我做不到。所以刚好机会来了，我们就成立另外一个叫台美党。我们成立台美党，就是希望补民进党的不足，然后什么，甚至我监督督促民进党到底哪里不对了。我今天把这个事情讲到这里了。美国有没有要跟台湾建交？真的好像有，我不敢说一定有，真的好像有，这样可以吗？这样够保守吧？啊，讲安尼是不是就剥削？没有说很张扬，对不对？真的好像有，你敢没发现？你没有发现美国真的好像也要跟台湾建交了？台湾做了什么准备？台湾准备了什么？是不是各位？什么意思？什么暂时什么？刚刚好像那个刚系统就被那个什么被锁了。他说暂时怎样不能发言还是什么？好，来去不管他，插出来去死我干！今晚来啊，谁的话 ？Sky 澳币2.99，我看到大老王说推背图，看到中国一定打台湾，
又说很多中将都想立军功，一定打台湾，我看的心情很差。你干嘛要被他骗呢？他这种人，你的话能听啊？我就跟你讲了，这个人为什么突然出现？没钱啊啦！他到加拿大几年了？10几20年了，快20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跳出来？钱花完了，这20年都没有赚钱，起码被他出来探钱啊。所以他的话能听啊，狗屎都香了，好不好？你有没有觉得他谁都敢骂，他不敢骂习近平？也就是他做这些事情，他没有要得罪习近平。你改习近平讲，我没有骂你了，我只是出来赚钱了，你就不要伤害我台湾我中国的什么亲戚朋友了，好不好？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些人童永勋本来就很怪啊，童永勋都骗了多少钱了？怎么台湾还有这么多人相信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啊。对啊，民进党不敢什么，暂时不能发言了。我刚好像我看到一个显示暂时不能发言啊，没有关系，可是可以发了，可能有人故意什么了。好。那是有人乱搞了，好了，没关系了。其实今天很多东西可以讲嘛，所以我就想先把中国这个什么作为政变这件事情把它讲清楚。我跟各位讲，这个政变成不成功，另当别论。哪怕张幼霞真的被抓了之后，难道要解救他的部队到底在哪里？有没有部队要解救他？这当中会不会造成？为什么如果没有部队要解救他，干嘛要封锁什么？封锁高速公路，封锁地铁，封锁什么？封锁进入北京的道路，全部封锁。他就是怕他秦王的部队进来嘛。听说好几个部队在动，据我所知啊，好几个部队在河北的部队啦，南方的部队啦，都开始往北京集中。为什么？这个部队不是习近平派来秦王的，是什么？张幼霞的部队。因为这些人都说不拼的不行。我常常讲那句话是什么？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这个中国人很清楚。我与其跟你这样耗，要不我就妈的跟你拼一次，拿命跟你拼一次。因为你不拼，未来被清洗一样啊。总参谋总部前30个都被抓了，排名前30名都被抓了。那我就问你了，后面的人不拼行吗？对吧？我是个军长，我是个师长，我不拼行嘛？不拼还有一条活路。所以我呼吁所有的中国的各地的军头啊，这次你不拼啊，你的灰弹不剑指中南海，你这辈子你可能永无翻身之日，甚至你把整个家族，你看，习近平是把张幼霞整个家族他儿子他的家人全部抓然后罪不及妻奴，这种事情全世界都这样，只有习近平没有一点底线。我的讲，习近平吧，他也是疯掉了因为习近平这种双子座双子座本身90%以上的双子座都带有一点精神病。真的，你相信我我周围的双子座我都很清楚，都有带一点精神病，因为他双子嘛，他内心一直在什么天人交战，他每天在冲突嘛。他每天自己内心在冲突，双子座都这样，别给他骗我认识很多双子座都这样，好不好？但是你会觉得说他们怎么有成就的人很多？因为他们敢冲啊，他们敢 all in 啊，这我都讲说在修汉哲学嘛，他们什么都 all in 这个修汉哲学，从政要有修汉哲学，这个时代要有修汉哲学。我不是讲是这句话吗？很多人没有听懂什么叫修汉哲学，总社就这个时候习近平总数全压下去了他不怕他想他觉得林北到这种程度了，死也就这样而已嘛。成功了我就可以可以再多做几年，失败我本来就会失败了。他修恨哲学一下压下去，张幼霞就是不懂修恨哲学，还在那边修我怎么样万全世界没有万全的斗争的事情，在中国的斗争事情没有万全的，好不好？张幼霞你他妈的太嫩了你嫩到你舔居高位，你站在那么高的位置，让你什么斗争哲学都不懂，你怎么跟人家玩呢？张幼霞是死在这一方面，好不好？不够狠啊！习近平赢在哪里？赢过他是个疯子他是个双子座的疯子他已经疯了。习近平，我跟你保证200%已经疯掉了，否则没有人会干这种事情。
中国的官场斗争是极其细腻的，你知道吗？那个极其细腻的交接都是很暗暗的在进行的，没人安尼没有这样大刀阔斧，直接布落去，中国一定动荡。习近平他已经不管动不动荡了，你懂吗？习近平他不管他国家动不动荡了，我他妈我明天的命都快没有了，我能多活2天是2天了，是吧？所以叫修恨哲学，随时跟你装色嘛。你跋筊就惊这款人啊！第一张牌来就装色。那个赌侠那不是有这一段吗？第一张牌怕装色，第二张每一张搞到最后的话，对方都不敢玩了。就是所以说政治上要有修恨哲学哈，有时候要拿命来拼了。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上天呢会跟你怎么没有，你一定要拿命来拼，任何一件事都拿命来拼，好不好？像川普一直讲，川普也是双子啊，对吧？川普也是双子，但是川普为什么？川普这个双子是修炼过的，好不好？毕竟因为家中能做行李，他们是贵族家庭嘛，他修炼过。其实他第一任也够疯啊，川普第一任不够疯吗？对吧？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我本来是最支持川普的，后面第一任我看他那样做，我有一段时间有点反他，你知道吗？后面又觉得，他第二任上来的时候，已经开始面面俱到了。他第二任也是很疯，可是他的疯后面是有什么？有规划的嘛？他后面是有什么？有靠山的，所谓的他有一个完整的什么规划，当做他的靠山嘛。所以第二任川普就不叫疯了，那叫大刀阔斧。你要很疯，但是你要后面整个东西都规划好了哈。整个所有的后果啦，什么整个步骤都规划好，那个就不叫疯，那个叫大刀阔斧。所以第二任的川普我们叫他大刀阔斧，第一任川普我们叫他疯子，好不好？这种党都同一个人，因为都是双子座，双子座就有特性，你知道吗？所以双子座如果他有后面的好的幕僚哈，好的规划团队，以他那么冲的个性，那么疯的个性，加上后面有一个规划，有一个团队执行小组。他就不叫疯了，他就是一个什么雄才大略啊！所以就这代志你讲你不是在骂双子座，我没有在骂过哪个星座，我只是跟你讲每一个星座他们的特色，对吧？我那个点来讲狮子座不好，狮子座谁跟你讲不好？狮子座往前冲了什么？谁都天不怕地不怕，这个狮子座的特性啊！狮子座最怕的是也是跟双子座一样，没有后勤嘛。没有后勤帮他规划，所以他自己冲到最后变成孤军深入，然后最后被单兵消灭。这是狮子座的缺点哦。但是狮子座如果有一个好的团队，他也是很强的。所以，如果你是个成熟的台湾人，不会因为我讲哪个星座而觉得，你又得罪人了。我不会讲霸星人，好吧？那是你听不懂，那是你听不懂来讲星座的意思，好不好？星座，所以。看一个人的个性，用星座是最准的。我一辈子做生意的对象，或者我的公司的工人、办公室的那个员工，哪一个什么星座做什么事情，我是分得很清楚。什么星座负责业务、负责财务、负责什么常务，什么星座负责什么行政，千万不要弄错了。你妈弄错，你这公司就鸡飞蛋打。我跟你讲。鸡飞狗跳了，是吧？就他妈成语太多，用个乱起。所以说，各位，人生的历练，人生的什么修炼呢？是要全方位的。你全方位的修炼，你最后在紧要关头，你才不会弄错嘛。你可以有很多东西的做参考、做辅助嘛，好不好？所以不要再讲说，你又讲星座害得罪人。如果说我讲星座就得罪你的话，那你真的看不懂我的节目，你就不要看了。不要太勉强哈，我的节目你看不懂就不要太勉强，好不好？好，你看什么字比较准，那是领导的代志，好吧？跟我没关系，好不好？你看八字是什么去算命，好不好？我看星座只是看这个人的个性，我没有要去算命。我哪会算命？我去紫微斗数啊！你以为我不懂啊？但是我没有往那方面去深入，就我没有要帮人家算命。星座我只是说这个人什么星座是什么个性很准，星座来看个性8分之100%，我还没有失败过。但是星座去看人家运程命运啊，惯了那我就不要去看，因为那个已经有点什么，我认为有点牵强。
可是你如果看什么看个性，真的很准啊。至于你说八字，我没有学，我不想去管那些东西。我不要什么都会，当然搞，不要搞了，我不要搞，哈。所以你看这个 WOOL 这个就是没有读书的，那星座是12种个性。我跟你讲，星座的基本个性就真的是只有12种，但基本个性在什么？在他的长大，他的什么？他的生活环境会有产生不同的面向。可是归根究底，他为什么双子座都爱说谎？它是在骨子的东西啊。你让双子座不说谎，那是不是在开玩笑？是你不了解他在说谎，你看不懂他在说谎而已。为什么这么准？为什么这么准？人的性格本来就限制在这12种里面，其实没有12，只有4种啊，只有4种啊，水象、风象、土象啊，火象这4种而已。如果你真的要分类，就这4种。但是你各种不同的星座，还有各种不同的什么搭配它的上升跟什么跟那个什么上升跟月亮嘛，它有一些组合。但是其实这个来看个性绰绰有余啊，所以你们不懂的不要来挑战这些东西啊。星座是美国的西方人用了2000多年的统计学了，那叫统计学，不是什么玄学。如果你把它当作玄学，就表示你根本不了解，那是个统计学。为什么这个星座会有这种个性，我不知道，因为它叫统计学，没有人能够去参破这个道理，好不好？为什么这个太阳到什么星座的时候我出生了，那我这个性就怎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是我们只说这是个统计学。确实，这个统计学西方人用了几千年，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这早就不用了嘛。所以不用去挑战那些东西，你不懂东西不要去挑战。所以我不懂八字，我也不会去挑战你嘛，是吧？你读一个册好不好？拜托读一个册哈。如果你不懂东西，少那边讲。就像我不懂八字，不懂什么，我也不会去跟你扯那个东西，好吧？我就说，哎，这个牌子也怪我一样，我不懂我就不说了。你妈你不懂，你还跟我讲什么？你跟我扯什么扯 ？Sky 2.99澳币。廖董说的对，习明疯了，他根本不在乎人民不生孩子，注意的是大量投资 AI 机器人。对啊，他这种个性从来没有把别人的感受放在心上。双子座有这种特性，双子座他从来不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他就是一致，所以你会觉得双子座就主输。但是因为他其他还有一点人性，所以他常常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啊，我来做个叫无情，然后他内心又有一点什么？内心有一点说，哎，我那好像有点过了，所以他打刚那天人交战嘛，所以我讲双子座80%-90%都起笑了。双子座我可以跟你讲，双子座你到中老年之后，你给他带去看精神科，基本上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精神疾病。你不信，你看看周围的人，你看不看得懂而已啦，哈。现在的是安内哈 ，Sky 就是这个意思啊，说川普对吧？习近平就是这样，但是这款人呢？因为他不要命嘛，他什么都跟你 all in 嘛，什么都跟你修害嘛，所以连张国小都被他搞掉了嘛，是不是呢？爱干有人比他搞，他有比较厉害吗？没有，他加戏，这款我也在加戏，是不是哈 ？Sky 澳币2.99，马斯克说中国大量建太阳能供应 AI 所需的电力，马斯克在怪美国政府抵制中国太阳能，只会害了美国的产业。这个我已经讲过哈。这个议题我讲过了，马斯克讲中国的三大优势，其中一个就是电力嘛。但是这个东西你说对也不对啦，对不对也对啦，就说你看在某一个方向的范畴是算对的，但是你说他这样就对完全对吗？我也不认为啦。当然未来以前是算力代表国力，后面是电力代表国力嘛。算力中国并没有赢，并没有赢啊，但是在电力它会赢。也就是未来中国的电力会绰绰有余，因为他们已经把未来会把大部分的沙漠变成什么太阳能发电嘛，还有他们三峡啊，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什么怒江啊，哈什么澜沧江啊，他们都要盖一个超大型水坝，那个发电量会比三峡还要高，所以这些东西到中国未来确实有这个优势。有这个优势就代表它一定吗？因为这个别的国家要追上来，好像也不难嘛，很难吗？我多盖2个核能发电厂就有了，是吧？是不是？
所以川普讲嘛，他不相信风电嘛，他昨天不是在欧洲那个什么达沃斯讲那些话吗？哪一个国家那个风力发电越多的国家越落后啦，川普讲的啦，他永远就是什么？他支持什么火力发电的，他支持什么核能发电的。他说，如果不走这些路的人他讲一句话，他说全世界生产什么？生产风力发电机器的全世界生产最多的是中国，然后把这个东西很贵的卖到欧洲去，然后让你们都去用风电，然后我回过头来用什么？用石化电，用煤，用天然气，用什么？用核能发电。这是川普的讲不是我讲的我没，你就去讲川普安尼讲对啊。所以我讲啦，其实你真的有时候你若不想执政赖清德你如果不会执政，我真的教你了，你多学学川普就对了啦，多学学川普就对了。川普你看安尼黑白讲话其实哪一件事不是深含哲理的，哪一件事不是很有道理的，是吧？他把欧洲骂成怎样？你们有注意听这句那个吗？我听了，我他妈把那段一群人一直听，我觉得快好笑死了，你知道吗？他就骂那些欧洲的，其实我觉得川普先生不用骂欧洲了，欧洲已经是个落败的贵族了啦，未来也没有欧洲什么事了啦。所以为什么他们说要抵抗，要帮格林抵抗你美国？他们很多国家派一个军人去守啦，他们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怕人家笑他们吗？怕败落户，你知道吗？欧洲就是个破落户嘛，未来世界没有欧洲什么事，拜托啊，川普不用把他们当一回事，他们是快要垮掉的国家啦，经济垮掉，科技垮掉，任何一件事而且左派左到什么，穆斯林都快要占据你的国家。英国现在那个首相是什么？印度裔啊，全世界2大祸害啊，一个穆斯林，一个印度人啊。那第3个叫中国人啊，3大蝗虫啊，世界3大蝗虫而且你看欧洲多少中国人去移民了，你知道吗？欧洲多少穆斯林去移民了，多少印度人去移民了，所以你欧洲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欧洲了而且你在现代科技上完全落后。我问你，澳洲你有什么？你讲澳洲人来，澳洲过来讲一讲，你有什么科技？你有什么黑科技？你讲啊，我听看呀。什么都没有。欧洲有半导体吗？有啦，几个一两小小的液化半导体，那些小小的 ，SMO 那个不算欧洲的那是全世界的 ，SMO 那个全世界不是欧洲一个人的。所以欧洲还有什么？没有啦，左交啊，这家他妈的早死的左交啊！所以我不是讲台湾人我要走欧洲这个左交路线会死的比他们还快啊，因为台湾没有底气，你知道吗？台湾哪有底气去走左交这个？所以说，因为这个东西，欧洲正在沉沦在这个左交的这个氛围里，它拔不出来了。我们才刚开始要走左交，我们要有一个台美党叫做右派政党，把这个台湾的政府从左交里面拉出来，否则你台湾会走什么北欧啦、欧洲的路线了。最后你什么？你真的没有人救得了你。我告诉你，我讲这句话可受公平不但可受台湾朋友公平，可受全世界公平。因为你民进党越来越左嘛，左到我哪里没办法，我只有自己成立一个政党。但是如果我成立这个政党，我就是以左派自居嘛，我就是要弥补民进党不足嘛，是不是啊？我不要让全世界看到说台湾也是一个像欧洲一样那种不知西瓦的左交政府。我们要让世界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右派的政党正在平衡左交，让川普哎呦台湾还有救嘛。然后昨天我们聚会了，很多人因为昨天聚会这些都是老朋友了昨天来的这些都是多年的老友了然后他跟我这个人真的很亲跟我很亲的，就好朋友了。你跟他们说，我问你啦，你们的政党到底成立有没有受到美国的什么某种的默契好了，卖讲资助啦，默契好不好？我说你想呢？你想过你自己去想一想啊，对不对？我当然啦，有没有都不在我这里啦，那条线不在我这里啦，但是在谁那里你们心里心清楚啦。你说有就有吧，你说没有也就没有嘛，无所谓但是我说走对的路比较重要。
如果你会有这种怀疑，表示什么？你认为我这条路是对的，所以你认为说，我跟你讲了，海外支持台湾这条路的人比台湾国内还要多。为什么我们叫台美党？为什么叫台美党？因为台美人嘛，台湾人入籍美国叫台美人，台美人多希望台湾能够成为美国51州，你知道？真正在推动这一块推动最早的就台美人这一批人了。台湾人是说真心话了，台湾人是我开始之后，台湾才开始有这个声量出来。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只有台美人在推，台湾人都没有人在动呢？台湾人已经被台湾人这些年来被国民党压制到什么？台湾人自卑，觉得哎呦，我修理不来啊，我没有那么厉害，哎，我们很差了，我们不要这样，自卑，而且爱钱。他为什么爱钱？因为台湾人这些年来没有在政治上你被压制嘛，所以我台湾人只有赚钱哦，所以台湾人爱钱不是坏事哈、哦，还好我们爱钱，所以台湾人现在掌控台湾的经济哦。虽然政治被外省人掌握住，他的经济被台湾人掌握了。如果台湾人都不爱钱，连经济都没有掌握住，政治又被外省人掌握，经济你台湾人又没有掌握，你们怎样努力？所以台湾的爱钱不是坏事，因为有时代背景。现在台湾人有资格在世界崭露头角，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台湾人，我们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因为现在全世界晶片掌握在台湾人手上，不光是台积电的问题，还有黄仁勋、苏之锋。哪一个不是台湾人？现在世界最顶尖的科技被台湾人掌握，那从 IC 设计到什么到生产这一块，然后整个 AI 伺服器归瓜拢台湾人在走，你台湾人有什么资格自卑？我跟各位讲，所以这个时候是应该教育台湾人，让台湾人有自信，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句话不是塔山在讲的，是因为塔山发现台湾是最优秀的民族，他还站出来推广这个事情，不是我出来吹牛说台湾是最优秀的民族啊！你如果没有这个黄仁勋这些人、台积电这些人，你塔山外搞，你讲这要创啥？你讲这要两个球，你看这个家伙他妈从中国回来，他妈自大成这样子。我从来不是因为自大哈，我只是告诉各位台湾人，你没有自卑的权利，因为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在世界这么大的压制力是吧？这么大的压力之下，我们窜出来了。我们创出一个黄仁勋，创出一个苏之锋，我们再创出一个台积电，我们再创出一个广达、鸿海做 AI 伺服器，我甚至要创出来一个雷虎，他们开始做无人机，未来机器的供应链、低轨道卫星供应链全部在台湾。你们如果你们文科的，现在台湾最麻烦的是什么？文科执政，尤其是法律系这些人执政，你把半行啦，在这些，所以我对法律系人非常看不起，就这样，他们会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得很复杂，因为他为了让你听不懂嘛。跟我相反嘛，我讲话是为了让你听懂，法律人讲话是为了让你听不懂，因为让你听不懂，你才搞不我能搞代理哦，都我把你包我这个官司200万包给你哦，他就帮你欧龙谁跟你讲去嘛，我们不是啊，我们是讲话要让你听懂，你听懂你就能判断是非，这样我就骗不了你啊，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准备要骗你嘛，我若准备要骗你，我就开始欧龙谁动啊，讲那些比法律人还要什么，还要玄之又玄的话，你也听不懂啊。你以为我不会讲啊？但是我一开始就不是这个态度。我一开始我讲的话是为了让听人听懂，大家平等的去判断，大家平等的去判断，不是我在带领你。所以当台湾的什么政治被一群法律人占领的时候，公务员也是哦，绝大部分都是文科哦，所以理工科的这种逻辑反而是属于降级，工匠的木匠的那个降级，没有受到重用。其实理工科的人逻辑最清楚，这一群人才是真正值得重用的。你看，你看郭志辉经部长，他如果不是因为做得太好，他怎么会被什么？怎么会被攻击这么多？现在龚明鑫在做经济部长，请问龚明鑫有没有人去骂他？没有人啊！哎，做太平官呢，我哪有骂他？所以我最心疼的就是什么？郭志辉部长，我最心疼这个人。郭志辉人家什么？他拿到说经济部长薪水20万，一公啊，是不是少了2个零？人也攻击，你看他的股票，他自己公司的股票现在多少钱？这样的人愿意站出来哦，愿意站出来。第一，他不怕得罪客户啊；第二，什么？对国家如果不是有很大的爱的话，他不会牺牲自己这么多。
所以我那天看到他，我看了目屎我们老了，然后这样的人第一又帅，哎，就好看，长得真好看哈、哦！台湾人长这么帅，我就觉得很难得，又帅又有钱，又愿意为国家付出，又有能力，然后被打成这个样子。你赖清德有没有替人家扛起来啊？他的压力你们赖清德有替人家扛起来吗？你换一个公民心啊，对，换一个公民，对了，没有虾了，没有人会打他，因为他没有作为，当然没有打他。谁会去打一个庸才？我就问你啊，这个世界你的敌人都不会打一个庸才，他就哎呦谢谢我心里换了一个庸才下来，哇我都不用打。这个就是台湾的政治啊。那我们看得出来哈，一个商人，两个属条就讲大商人，不是一般商人，这样的人愿意来赚你那个20万哦啊，你是这样想，你是在感动到老老晒下丢呢，结果你放着他被人家打。我一直都说郭支部长我是最尊重的人啦，那我懂啊，台湾这就是台湾啦，我懂哈。好了，宁骑士30块短谢谢。OK， 没有了哈。这就是安尼啊，所以今年的重点就是这了哈。中国在什么习近平的清洗这些所有的军人之外了哈，他引起的反弹会非常大。我认为习近平没有准备好，因为他是一个 all in 的个性哈，看到一点迹象他就说转射了，其实他后方已经空虚了，而且这个事情后遗症恐怕他解决不了，因为整个军方会不再相信习近平。未来哪一个军头都不会相信你，因为你把你自己的军头都给什么，就清洗掉了嘛，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用再重复讲了。我们广告能超生啊，对不对？习近平把自己的军头全部清洗光了，那我就未来军方没有人领导啊，有人领导谁会信你？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打台湾，我那些军头马上就打，这些军头喊打那士兵哦，拿起枪来就造反了，因为你在军方没有根基嘛。哈，滚通，你现在把那个整个军头清洗掉，我跟你讲，没有这10年哦，你没有办法重组这个军方的势力。为10年后，你习近平还在吗？习近平啊，对吧？你做这个代志，其实说真心话，在我们台湾人看起来应该非常高兴啊，不要被大老王那种骗。他说大老王说，哎呦，他把习近平把什么，把张国强那个反战的清洗掉，然后什么，然后习近平就可以直接打台湾的，放屁，实际上自己在打是吧？你不要更想跑吗？你哪个部队会听他的？东部战区何卫东被他清洗的最早，看就是既然东部战区不就是主要打台湾，他连东部战区的何卫东是福建人哦，是妈的根正苗红的嘛，东部军的那个，他这些人都清洗掉了，怎么再重新建立这个指挥的系统、指挥的威望？没有那么快，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让台湾更加放心哦。所以那些大外宣的话不要太相信，那些大外宣的话一点都不值得参考。每次有人讲那种，有那个转到我的群里，我都很想把那个删掉，你知道吗？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哦，这些大外宣不值得你去转。他们讲的那个东西我们都会讲，我们都讲过。他们讲我们都讲过，可是他们隐藏很多包藏祸心在里面，是你们没有发现的，好不好？对吧？哎，翟三英出来一讲，我就讲这是骗子啊！你们到今天，你看，今天有人再有人被他骗，不要来怪我，我已经讲很久了，好吧？对啊，他这次清洗张瑞霞是很仓促啊，我懂啊，他是一找到一点空隙就干了嘛，他不是处心积虑，不是计划完整去干的，他是因为他如果不干，他换他被那个嘛。今天就是什么？张六侠太优柔寡断。他们这种红二代哦，因为一直都是大权在握嘛，所以他们有很多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想，没有想得很清楚，而且他们也不太敢冲。意思说啊，我本来就富翁啊，我干嘛去跟你拼这个呢？可是呢，有些人说啊，我是吧，穿赤脚的不怕你穿鞋的嘛。我就赤脚跟你拼一下，跟你搏一下，可是人家那个是本来就穿皮鞋的哦，他没有办法没有想要跟你搏嘛，他想要找到一个更好、最好的位置再出手，结果呢，被习近平先出手了。所以我说张六侠为什么掌握那么大军权，枪杆子出政权的国家他不敢动？
这两格局不够，我跟你保证格局不够，甚至在整个什么党政军，他笔杆子枪杆子什么钱袋子，他没有什么100%的掌控能力，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不够能力。其实说真的啊，枪杆子你只要掌握枪杆子，什么都跟你的啦。这个代志是张文晓自己的错哦，张文晓自己太软弱了，他实在太软弱了。你看他样子就这样，而且看那张脸你就知道他成不了大事了。没有人一个国家的嘛，最高领袖是一个面溜，所以我看张文晓说啊，这人大概这个面相大概不太可靠，不太可能会成事。果然你看那么好的机会，他都把自己弄成这样。但是我跟各位讲，这个代志还没了啊，这个代志还没了。这件事还没了，因为到最后有没有可能他反而被救出去呢？有没有可能？不是不可能，因为各地军方已经什么，已经自己什么，这有个成语叫怎么讲？自己什么担心自己的未来了？他们已经觉得，就是说，我靠，这管代志，最高的那个什么军委都被清洗，我们这些人算什么？惶惶不可终日。当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就像当年什么武汉革命、武汉起义的时候，那个新军里面什么北洋军里面加入革命党的这些人，他就自己不做不行啊，他不冲不行，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过哈，武昌革命跟孙中山一点关系都没有。孙中山1896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就躲在国外了，后面的10次革命他都在国外。天天在骗那些什么，骗那些孔门跟哥老会说，你们什么时候起义？我给你安排了钱，安排了枪，你们哪一天在哪里集结，我就枪就会到，你们就起义。结果10次都骗人了，所以因此害死了很多孔门跟哥老会的人。这个事情我前2天讲过哈，我只是跟各位讲，国民党居然敢说孙中山领导11次革命，我说这个不要脸的政党已经烂到什么程度了？下三滥的政党，一有空就投降了国民党，一有空就成了黄埔军，就是这个德性，你知道吗？他们是祸害中国最大的一个团队，然后把自己包装成救世主。国民党你们救过哪里？你抗日打过一场胜仗没有？有没有打过一场？你黄埔有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抗日？你为什么掌握全中国，被共产党一路打到台湾来？为什么？你这些东西做个解释嘛，对吧？是不是？你们什么时候是怎么你们为什么要北伐？那个你北伐的时候，中国虽然袁世凯死了，虽然是军阀占据各地，什么叫军阀？是北洋军里面新军里面袁世凯的手下在各地的督军。袁世凯死后，没有人控制了这些人，所以这些人成为督军，成为什么地方军阀？段祺瑞这些人都是这样，可是还保有什么民国的风范？那个时候还有议会，所以虽然说军阀林立，但是表面上还什么？还支持共和国。所以你孙中山跟蒋介石，你们北伐之后推翻的是一个什么民主政体的中华民国共和国，你们推翻了共和国，你们罪大恶极，然后推翻了之后，然后抢占自己的中华民国的国号，再把它抢来用。这么下贱到什么程度啊？来啊，张亚中过来啊！我跟你挑战几天，为什么装死啊？过来啊！我们再来好好的辩论一下啊！装什么死啊？你就搞你是苏文学校苏文什么学校？苏文学校干什么？教你们什么？教你恋童啊？是不是？大月勋15岁嫁给孙文，但是我跟你讲一个秘辛。大月勋10岁的时候就被孙文搞定了，我跟你讲，这件事我说话我负责。所以我说要恋童癖，你们在叫什么？所以有人跟我留言说他弟弟40岁了，听到我就要骂国民党，气得要死，不告输赢，然后来输赢，看你们都不惊，这款人一起在讲笑，笑死人了哈。那我说你不是跟我输赢，你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该做的去查清楚这一段的历史，好不好？拜托，好不好？你们这些妈的畜生，这些小子，你什么东西啊？我帮你把事实厘清，你应该觉得说塔山那个跟我们丢，不要紧，
我来找历史来看一下，结果你不是，你要跟我翻脸，干你要惊你哦，你要惊你翻脸哦，笑死人啊！这些被国民党洗脑的人，在我眼里就是他妈个屁呀、真的，我就敢挑衅你啦，什么的，连自己的脑筋都没有。正常人就觉得说，国民党的历史教一教，越教越不对劲了。怎么看近代史，按那看都无加敬雄。我把事实跟你讲，你应该是恍然大悟哈，恍然大悟，对不对？我终于弄懂了，原来塔山，原来整个事情的猫腻在这里。我帮你解惑因为拜我为师，跪下来拜我为师，还要骂我，还要怎么样？不告诉你啊！你刚好讲到我最不怕了，笑死我了。所以我讲了哈，一个人就是这样。当我有疑虑，别人来帮我厘清的时候，虽然跟我的三观不同，我应该要好好的去把这个真相找出来，这才是正常人。否则你们就是小草而已。这地两就是小草嘛，所以他对我非常生气了。你怎么可以破坏心目中的偶像？哇，孙中山在台湾、在中国的对中华民国影响多大？多大的伟人？对啊，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时候是吧？11次革命的时候都在海外骗华侨的钱，然后玩那些小女孩啊，好奇怪，他这辈子就只找小女孩，真的有够变态。我说他这种不叫恋童癖，叫什么？你讲了我听到吗？我们正常人会去找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吗？那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完全不能理解，你知道吗？因为我比较喜欢成熟的女生，我喜欢成熟一点的女生，我不会觉得那个小女孩怎么会有人喜欢那种，我至今不能理解。所以我对这种绝对是大家挞伐，大家挞伐这种，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所有人我改变你的三观，你感觉到。怎么会这样跟我的想法都不一样，没有关系，你赶快去找历史资料，从国际上找不要在台湾找那个都是假的，好不好？从国际上去找资料，看我讲的哪一句话不对，我如果有哪一句话说错，我公开道歉，这样有够文明不？你们讲塔上就土匪就丑陋的我嘛就文明的呢。我讲错，你确定讲错，我哪一段讲错，我可以道歉，我绝对敢跟你道歉。但是我如果讲对了，你要好好去反省。人讲安尼是对的，人家把真相讲出来，因为国民党为了什么？为了他执政的合法性，给自己编了一整套的什么谎言。国民党都倒那么久了，他执政那么久了，执政不了，就失去政权那么久了，你台湾人有几个人去追查这个？你民进党有谁去挖这些东西？你民进党如果真的要把国民党给干倒你只要像我这样讲大量去宣传传播这一块。国民党就斗所以我跟你讲你民进党没有要什么？民进党本质并没有要瘫痪国民党，因为你们真的是一家人。我现在已经这个东西，我越来越想不对劲。这么简单的道理，你真的要把国民党给他妈压死掉，就把我讲这些近代史全部讲清楚。国民党在台湾还有立足空间吗？连他们自己的人都受不了。跟你讲，原来他们那么脏。原来他们的成立是因为苏联，原来黄埔军校成立之后第一件事情灭了什么？广东商会，杀了广东商会2万多人，把广东商会钱全部占为己有。广州13行听过没有？那叫富可敌国。黄埔成军之后，为什么第一个抢夺杀害那么什么广东商会的？我北华要钱啊！苏联给我钱，给我武器，开创黄埔，但是苏联没有办法源源不断的给你钱，后面他们就自己去是吧？抢劫广州商会，打败陈炯明，占着陈炯明地盘。那个时候，黄埔军才正式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军阀，之前他屁都不是一个。国民党，在没有成立黄埔之前，他在全国排行的军阀里面排行不到20名。我讲话，我讲话我认，我负责任。我讲哪句话是错的？不是苏联给你的钱，你今天不会卖了中国吧？把中国卖掉是孙中山跟蒋介石你们说什么？毛泽东是后来好不好？孙中山跟蒋介石没有给毛泽东打下这个江山，毛泽东有什么资格卖中国啊？是不是？弄清楚。中国近代最大的恶魔是孙中山跟蒋介石，
第3名才是毛泽东，你把它搞清楚。没有孙中山跟蒋介石，毛泽东算他妈个屁啊！他妈一个乡野教师，他凭什么？所以说，把这些东西，台湾人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把它讲清楚，把我的短影片完全发出去。我希望后置把今天后面这段再做短，把它讲清楚，到处去发。民进党，你不要把你不治国民党，不把他国民党根挖掉，我来挖，我挖给你看，我就给你挖到底，挖到最后，你国民党连存在的空间都没有。如果我跟你讲，如果台湾人普遍都知道我们讲这一段，我问你，他还能活吗？国民党他还能选吗？他还能选上什么？对啊，我们是民主国家啊，那我们文明对文明啊，对不对？我一个人嘴巴就可以把你弄死，那你有什么存在价值？国民党6千存在价值，我一个市井小民，我这一张嘴就可以把你玩死，那表示什么？表示你这些人荒唐到极点。可是民进党不愿意不这样做啊！民进党养寇自重，你们看不懂吗？民进党越来越不可靠了，我跟各位讲，越来越不可靠了。我就问各位了，真正的民进党应该是谁？真正的民进党应该是什么？施明德之前那些什么？施明德之前那些台独分子，那些真正的台湾的独立运动这些老前辈，如果这些老前辈执政，我廖金章五体投地，最后谁执政？这些几个律师，陈水扁、苏贞昌、谢长廷，最后不是说谢长廷是实业学生吗？是国民党派来的，我跟你讲都是啦，我跟你讲都是国民党派来的啦。因为什么？蒋经国已经被美国的压力压到他不能不成立一个政党。可是如果让台湾人自己把那些什么台独那些老前辈的这些新竹百案拿回来的时候，国民党会被什么？被掏空，会彻底毁灭。所以他们自己什么支持一个政党叫做民进党，就是让这些人。所以我就为什么必然为什么翻脸翻得这么快？没有内心没有什么。没有台湾嘛，一起李应年嘛，所以这些人都是早年的什么学生的什么学生的匪谍嘛，就是学生的间谍嘛，他们是这样被扶持起来。所以你会觉得说，很多人讲说蔡英文就是国民党了啊，整个民进党都是国民党，只不过说他们什么一个分支机关，这个民进党是国民党的分支，结果这个民进党这个势力比国民党大了，所以他不敢把什么国民党给灭了。为什么不敢灭了？因为国民党掌握你民进党所有的什么机密嘛。今天中国为什么到今天还奉俄罗斯为什么为老大？为什么？俄罗斯掌握你中国在什么？在当时发展之初，你们跟俄罗斯所有写的信，跟低声下气求饶啦，什么卖国的所有的证据是掌握在俄罗斯那边。所以俄罗斯到今天中国。哪怕中国现在比俄罗斯强，还是不敢跟俄罗斯什么，不跟俄罗斯叫板，因为他怕公布这些。俄罗斯公布这些，当时你们怎么舔俄国的，你们他妈的境外势力，你们才是真正境外势力，这个他们不能忍受。而且什么，国民党也一样啊，让人蒋经国去认什么，认斯大林的姐姐为干妈啊，舔到什么程度？这东西如果全部弄出来，国民党也没有活路啊。国民党现在掌握民进党的一些东西。他都讲出来，国民党也没有活路啊，所以转型正义为什么做一半？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我今天敢这样讲，我就知道我已经觉得没有救了嘛，因为我们已经什么低声下气恳求你好好的做，但是你到今天做了什么？面对世界这么大的变局，我不就说不要说川普的变局了，中国的变局，你今天做什么？民进党你今天做了什么规划？讲我听好没？讲来我听听看了，你做什么规划了？中国的这么大的变局，台湾影响多大？日本他妈高市长要解散国会，你看到什么？川普把那欧洲骂成这样，我这一段很想再讲，这时间不够了哈。川普把欧洲骂成这样，那欧洲屁都不敢放一声。最可笑的是什么？格陵兰他们派每个国家派一个人，这些秘书扮家家酒啊。你们以前叫列强欧洲你们叫列强今天窝囊成这样子，窝囊成这样是因为没有底气了。我就问各位了，欧洲现在价值在哪里？
你们谁能跟我讲述一个欧洲的价值在哪里？欧洲价值在哪边？没有价值啊，所以他不敢啦、啊。德国给他全部个哈着讲，你再这样再派兵去嘛格陵兰，我跟你征10%的关税，等你刚完兄那个涨15个士兵马上招回去，15个就是个笑话，招回去就是更是个笑话，好不好？欧洲就是赚到这个笑话，几个国家联合起来不到22个，派22个军人了，每个国家派1个了。这种情况下你不要派就没事嘛，你这种做法在川普眼里就是个笑话，所以川普看不起你们了，我都看不起你们了。我讲了，台湾基本上可以敢糟蹋了，台湾人现在都可以糟蹋欧洲这些国家了哈，所以移民的人不要再想欧洲了哈，欧洲这下没落了，可能会成下一个非洲，可以讲，因为他们地球上他们没有任何什么没角色了，没有角色了。对啊，你们可以跟我讲啊，你们可以讲说欧洲还有什么角色，还有什么科技，什么价值，社会价值、科技价值，什么都没有了啊。有的话你们可以提醒我，也许我漏掉，但是你们想一想，可能也想不到，对吧？科技在亚洲啊，在日本，在美国，在台湾，就没有你欧洲什么事。然后他们居然那么久都没有发现自己落队了、落队了，整个东西跟不上世界潮流，然后还在引进穆斯林，还在极左。你看马克宏，所以其实马克宏他也无能为力，所以他有一些东西做得很什么？应该怎么讲？他做得很不靠谱，很不正义的，因为他也知道说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确实不知道怎么办。整个国家乱到那个程度了，好不好？所以说他们还要维持那个高薪，很快就变成什么？他高物价加高薪抵消之后，国力就零，他们的国力就在世界上没有未来。美国都要让你糟蹋那样，我就跟你讲，一个败落的俄罗斯，你整个北约都不敢跟他直接对抗。现在的俄罗斯跟以前不一样，现在俄罗斯已经败落到什么程度了？他们到今天还只敢在后面有偷偷的给你一些武器了，敢不敢派兵去一次把欧洲唯一的威胁不就是俄罗斯吗？你们唯一的威胁现在已经什么？趁你病要你命的时候，你们欧洲都不敢出手啊，还到现在还要借重乌克兰去打，所以什么？这本书也骂他们呢，这本书骂他们骂得很难听他说他这本书骂北约说什么？你看。美国能够把马杜罗给抓回去了，审判了，但是呢，普京没有被他审判了，而且你们整个北欧根本整个北约根本就没有权利支持乌克兰打这场仗，所以到时候我们乌克兰牺牲这么多人在帮你们挡住俄罗斯，可是你们没有出全力，那你让我们的人白白牺牲什么？最后什么？你们自己又首鼠两端，欧洲就首鼠两端，他们也不是那么差，是没有实力。动不动德国，你看电价高涨又像，因为给搞嘛，他要用非核家园嘛，所以整个欧洲那个电价起伏最高就是德国嘛。我们台湾还在学人家非核家园，所以我跟你讲，我现在对民进党已经不期待，因为他左到比欧洲还要左。这个政党你不要期待，所以我说，到今天民进党都没有决定要什么，都没有决定要去除非核家园，到今天都还在这。因为我突然发现，你赖清德是不是也反核啊？赖清德你站出来讲话，赖清德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反核？如果连赖清德就反核，这个政党你就不用再支持他了。我跟你讲，来支持我台美党吧。我们是用科技的眼光看这个台湾。看这个世界，如果你把我的节目，如果你们有兴趣把我的节目全部看过，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理念绝对比你民进党还要清楚10000倍。我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我一个人而已我这个节目是我一个人做，我先跟各位讲，没有任何什么文档，没有任何人给我写稿，没有，就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如果我们组成一个团队，那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呢？对啊，
但有没有反核我不知道啊。那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还不把那马菲尔家园拿掉啊？讲那个屁话嘛！赖清德，我以前替你冲多久了？反核这个事情我替你被冲多久？当时因为这个被民进党人骂了什么样子，我都在帮你冲这个事，你到今天都不敢做决定，全世界都来了，全世界都来台湾，你现在需要多少电？反核哈，连反核都不懂好不好？不是我那个笑了，一点反核都不懂了，是不是？是不是？哈，不再指望民进党，指望我们自己了，今年靠我们自己。我只能这样想了，按我会屈而死，你知道吗？我屈死啊！明明是这样，台湾未来的危机在哪里？台湾该怎么走？我们都已经讲了又讲，给你的所有的什么蓝图，告诉你整个方向要怎么去弄。今天没有做，一项都没有在做。是啊，让这些反对党在台湾闹成这样，每个人说：“哎呦他妈，人家朝小野大，放你妈个狗臭屁啦！”这种话你去骗小孩，不要来骗我了。我跟你讲，我们是总统制国家，总统的绝对权利，总统要搞死你们那个立法院分分钟的事的，分分钟是立法院是没有办法搞死总统了，你知道吗？是赖清德真的软弱到连手都不敢伸出去了。告诉你，他如果手敢伸出去的话，今天都没有这些危机了。阿扁的东西100万红衫军他有没有倒？阿扁当时接收的是国民党的整个官僚体系，他的困境比你赖清德还要困境还要严重1万倍啊！你已经是什么最后面啊，最后面啊，是你无灵好不好？是你无灵，不要紧啦，继续来啦哈！不把话说清楚哦，林北嘛就艰苦啊！不把话说清楚，我真的很难受哦，实在是整个国家被红统人搞成这样，被一个软弱的总统搞成这样，被一个我到今天切身不明的政党，我都搞不清你们在做什么，我到今天都搞不清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面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变局，你们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策略，要把台湾带到哪里？我就问你民进党，你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你们都在闪躲这个问题哦，我觉得好奇怪哦。台湾最大的问题不就是台湾的立场的问题吗？国际地位的问题吗？我们国际空间的问题吗？我们到今天为什么只要11个邦交国？因为人家不认你中华民国嘛。那你看得出来啊，很多国家以色列有想要跟台湾建交的味道哦，是吧？立陶宛、捷克，是吧？很多国家啊，美国、日本，很多国家跟台湾建交啊。但是我要跟谁建交？我不可能再跟你中华民国建交啊！可是你台湾人要给我要创造一个我跟你建交的空间啊！我自己是不是要什么？要把中华民国拿掉呢？是不是这样呢？你根本没有留一个给别人跟你建交的空间嘛！我所有人国家，我不可能跟中华民国建交哈，不可能跟中华民国互交跟建交弄清楚啊！我不可能跟中华民国互交，我有可能跟台湾国建交，所以你是不是要先把自己做成台湾国？那是不是合理？有谁在做吗？有谁在做？我就问你，到今天连这个台湾的处境都看不懂，我请问你们这样执政党当什么？比我一个在野党还不如。拍谁？我们现在是要是在野党了哈。我跟我自从我主党之后，我的态度不一样了哦，没有什么奇怪了。我现在是由我们的党至上，我现在是这个党的创办人，好吗？我不会再什么，在忍辱偷生了，我不会再委曲求全了。我要让你告诉我，我要告诉你，我们在野党对你执政党的看法是什么？你要做到让我口服心服。我这个人有个好处啊，你比我强，我会服你的，好吧？你比我强，我会服。但是你如果让我看不起你的话，你在我心目中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但是你有机会了。你有机会把它做好，我还会回来说：“哎呦，我赶快了，你变了，你做好了，有没有做好？到今天有没有做好？我不知道怎么做哈，把我的节目从头到尾再看一遍。这几年再看一遍，你就知道我们的一系列的什么思想体系，我们整个什么做法，
我们的逻辑都是最清楚的，都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什么说哎这不要做，不要做，我给你搞过来嘛，我教你嘛。就哪怕我现在出来喊一个什么亚太营运中心，我不管你喊真的喊假的，我跟你讲，你总统出来喊的话哈，全世界的人才就会往台湾集中，有些时候弄假就会成真，好不好？以假修真，你听过没有？以假修真，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来的。人家说啊，全世界的金融人才，从香港出来这么多金融人才，没地方去啊。台湾如果赶快一个招牌给举出来，来，我们准备要做亚太金融中心了，那吸引这些人到台湾来，搞不定，我们就起来了。说不一定，我们这就站起来了。有没有人在做呢？他妈这一群人他妈吃大便的，他们懂什么？有一个人做出一点让我感动的事情，有没有嘛？有一点让我感动的事情，我这个嘴巴就闭起来了。我跟你讲，我甚至会跟你什么，给你鼓掌，信不信？你这个恨台湾有什么用呢？你这里面算韩国没救了，不用去赶韩国没救的原因是美国、日本都对他失望，台湾也对他失望。Chip 实力都看不起你的话，都不跟你合作啊，你韩国永远不会成为 Chip 4，而且会变成什么？被边缘化。下一个欧洲化呢，就是韩国了哈。这个时候还在亲中，你打破一哦。你觉得如果我们是韩国人啦，我骂李在明会比现在骂赖清德还狠100倍了，因为他是猪嘛，他是一头猪嘛。那有可能这个时候去挺中啊，中国经济败到什么程度？中国内部政治乱成怎样？你现在是亲中，你真的是神经病一个人嘛？真的是白痴的，不是神经病，就是白痴一个。这个没有办法，全世界都会笑他们了哈。他取消台湾有什么关系？哈，他小一个安哦。你一个乞丐在笑你会有感觉吗？路边你走路路边的乞丐说：“哎呀，这个人看起来好奇怪，这个人怎样的？有什么关系？乞丐在笑你，你有什么关系？那么在乎什么？哈，好了，时间够搞了。两边的利益都想算是最没有能力的，好不好？全世界都在佩服台湾，在中国深陷中国最深的就是台湾。我们从中国拔出来哈，而且丝毫没有伤到自己的经济，就是也只有台湾。进去也就进去，出来也出来，完全没有伤害到自己国家的，就是台湾。其实台湾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我认为背后是美国，美国想一想还是台湾可靠。虽然台湾有很多亲中，但是台湾一般人民还是可靠的，比韩国可靠。你看韩国亲中亲成这样子，你看你就知道，你现在知道是韩国为什么美国放弃韩国了吧？因为美国人早就知道韩国亲中了。但韩国又还没有想要，美国又还没有想要让日本再起来，因为好不容易从日本把这些半导体赶出来嘛，所以现在他会全力来支持台湾。就这几年来，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了。当然，台湾我是建议日本的哈，我说未来晶片这个东西，唯一跟台湾有竞争的只有日本而已。日本你们最强的是什么？日本最强是记忆体，我跟你讲。Toshiba 是全世界早期全的记忆体做最好的，现在也是做最好的，只不过它量不够，它成本不够低，所以我就建议日本你们应该 Toshiba 应该从HBM 开始的，去抢三星跟什么海力士的 HBM， 这个东西比抢台积电的逻辑芯片效果好100倍，因为韩国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给他限制那个妈的光刻胶就好了嘛？你看光阻剂，你就给他限制，他就垮了。你日本就可以取而代之嘛。日本要搞韩国轻轻松松的事情了。而且我就建议日本，你先从 HBM 开始了，你不要跟台积电抢逻辑电脑。台积电的逻辑电脑真他妈的太强，它已经强到你没有机会抢了，你知道吗？但是你可以去抢什么？记忆体。HBM 是未来所有的 AI 伺服器都要用到的。现在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只有美光、三星跟海力士三家可以做而已你日本强啊，给他上，这个是你们最大的底气，好不好？日本如果说你连那个妈的记忆体都做不完，然后我不相信的，因为你们早期的记忆体的那个什么基础太强，加上可以从台积电再取得一些技术的话，我就跟各位讲 OK 的
把韩国干掉，我们合起来把韩国干掉。我们把韩国干掉，我他妈偷笑，因为我一直很讨厌韩国人的。我们生意上也遇到过韩国人，韩国人真的，韩国人就是讲韩语的中国人，跟中国人一模一样，那个修养，那个什么，那个水准，那个程度，那个心胸，那个狭隘，跟中国他妈的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啊，我们以前看韩国球队琼斯杯的韩国球队在台湾，他妈的篮球边打不像演戏一样啊！在台湾打篮球就稍微碰，哎呦，我跌倒了，受伤了，都在演戏。这个民主性，我们台湾人很多人都知道了嘛，所以我们讨厌韩国，干死他。他们以前不是说 kill 台湾吗？我们在 kill Korea， 再来一个，我们跟日本联合 kill Korea， 全台湾都给你鼓掌，好不好？也跟你日本指一条明路，你们去抢 HBM 比跟台积电抢了嘛？抢逻辑晶片效果好10000倍。逻辑晶片这个真的是台积电已经强到你们根本抢不了，那你就跟台积电嘛，你用化工原料来跟台积电换嘛，对不对？你再去抢韩国的 HBM， 大家真的chip实力就形成了嘛，对吧？我最逻辑，你最机体嘛，大概你可以再有什么一些化学原料来跟我来做一些什么，大概说一些折冲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什么 chip实力变成合作伙伴了，已经不是竞争对手了嘛。你如果也来抢台积电的逻辑芯片了，告诉大家会有什么？会有冲突。其实你有化工原料，你再把 HBM 抢完了你就可以跟台积电平起平坐了嘛，对吧？你跟台积电平起平坐，你什么都不用担心的啦。日本就这样，日本100年崛起啊，台湾也是100年崛起，台湾跟日本同时100年崛起啊。为什么？日本股市几万点了，5万点嘛，台湾破3万点嘛，这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台湾要跟日本携手共同成长，共同100年崛起，这件代志唯一的伙伴是日本，其他什么中国、韩国那种太个边，好吧？希望赖清德能听到我的节目了不要他不会听到我节目，听到你的幕僚听到我的节目了。你要做到一件让民间佩服，让台湾人就用偷工型，台湾人就是这种个性，你要让我佩服你，你让我佩服你，我就支持你，支持到底，拿命来支持你。你让我看不起你，你就完蛋，好吧？趁你现在还在位置上，你这样搞下去，2028年你都有危险，不一定是蓝营了，绿营就可以有，绿营就有人出来。如果现在绿营有人出来其实你赖清德还蛮危险的，就像你当年要去抢蔡英文的第2届一样，现在他们一定会派人来跟你抢。以我现在的看法。英系一定会派人，不一定是蔡英文自己的，他们一定会派人出来。各位，赖清德，你干嘛自己没有发现吗？如果现在英系派一个强有力人出来，你党内初选都不一定会过因为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很佩服你了，很爱你、很佩服你的那些人都从欧巴桑来了，像一些欧巴桑而已了，好不好？真正有理性的一些选民，他们在转弯。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你错过了，你错过这个机会对你来讲非常非常的伤，而且这个伤你好像没有能力再挽回人民的心，好不好？我跟你讲，我既然是政党，我成立政党，我就是什么？我就是在野党，我已经不是一个政治评论家而已了，我不是什么，我不是你的粉丝而已了，我更多要站在怎么样去为这个国家开天立命？我要为这个国家寻找一个前途，而不是为你民进党。我曾经回来只是为了民进党打拼，现在我不是为了民进党，我为这个国家打拼。听得懂我就听得懂，听不懂我也没办法听不懂你赶快离开，好不好？我干嘛？你听不懂在我这边太为难了，好不好？你听得懂就听懂，听不懂就赶快离开。留下来，我们共同来奋斗，我们共同把台湾党做起来。台湾党不是我的，大家的。我说过，我连党主席都不是，我没有挂任何职务，我就是一个党的创办人。我永远不想挂任何职务，我就做一个幕后的推手。我比较什么？我的角色比较什么？比较清高，我的比较什么圣洁？我可以用什么？用一个高度来看这个事情，看得比较清楚，不带个人的情绪，好不好？超过30几分，咱来到这为止啦，咱讲辛苦啊。
讲90几分了，每天都讲90几分，那直接打个破去了。哇，嘴巴怎么话那么多？好了，谢谢各位了，感谢各位的捧场，谢谢各位，谢谢各位。